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在前一段时间，我们放出了2021上半年8大旗舰的影像专题。在那期视频中，我们探讨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角度，就是手机的影像下限在哪里？各大品牌、各大旗舰机把影像下限做得怎么样？因为上限这件事情，好像大家都可以堆得很高，但是上限对于普通大众用户来说，似乎感知都不是特别强。这期视频就是在我们影像专题那期结尾发起的一个活动，小白测评你最珍爱的手机照片，2000多封邮件，3000多张照片，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。在那期视频的结尾，我们说将会选出7张跟大家来集中分享一下，做出一个视频。但是我们首批就选了几百张，最后选出了一部分24位小伙伴跟大家分享。那些催更我们都看到了，你知道为什么这期视频来的比较晚了吧？看一下进度条。我知道在这个快节奏的互联网里面，把几十万人留在一个视频这么长的时间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儿。但是我还是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耐下心来，安静下来，把这期视频看完，因为它可能是你近半年甚至近1年都没有看到过的视频类型，都没有看到过的感动，都没有看到过的力量。在上期的影像专题中，我们最核心的观点就是，手机影像对于普通大众用户来说，它的下限高远比上限高更重要。这期视频里边有很多照片看起来非常普通，我们感受到的是它背后故事的力量；也有很多照片是本身拍的素质都非常的漂亮，因为这张照片确实拍得非常美而被我们选中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只是在大家给我们的邮件里边选出了一部分，确实还有非常多优秀的，因为制作周期的原因没能给放到视频里面。OK， 那咱们就不废话了，直接进入第一张。它是来自邮箱尾数是3660的一位小伙伴，这个照片应该很有年代感了啊。手机是来自摩托罗拉 XT502啊，这个手机型号估计看视频的很多小伙伴都没有听过，确实是一个很老的手机。2011年9月，我考上事业单位，就职于一个偏僻的小乡镇。报到之前和镇长见过一面，第一句话就是：小伙子，你吃得了苦不？坚决的回答：当然能吃苦，一切为人民服务。镇长笑了笑，我们这个镇要吃的苦比你想象的应该还要苦一点。我听了也没多想，2011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很快了，基层单位虽然清贫一些，但也不至于要啥没啥。但是我报到当天就看到了照片，这里2张长条板凳作为基板，上面搭上一层很薄的木板，组成了一张床，一张我一睡就是5年的床。这个屋子原本是个小仓库，还分成了2段，前屋有镇上唯一一台台式电脑，外间办公，里间休息，没有空调，没有暖气，连稳压器都没有。夏天用电负荷一高，风扇就开不了，老鼠、蛤蟆、蛇及各种虫子轮番轰炸。在参与脱贫攻坚的5年里，亲眼目睹了比我当时环境还要恶劣100倍、1000倍的贫困户，但我一直坚定脚步。没有空调和暖气的那5、6年，也没有落下手头的工作，在这间小屋子里砥砺前行，没有辱没肩头的使命。一转眼，今年正好已经第10年了，我仍在小镇上工作，暖气空调也逐渐安排上了。每当我在点开这张照片时，就能想到当时那么艰苦都挺过来了，现在条件都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，应该倍加努力，让自己发挥出应有的价值。加油，在这个时代一起奋斗的大家，咱们都是好样的啊！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这张照片，如果你不告诉我它是一张床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是一张床，非常像一个置物的一个隔板，而且是临时的。我觉得真的要感谢这些基层的扶贫的公务员小伙伴们，大家真的都非常非常不容易，感谢。下一张照片，这个邮箱尾数是8614的小伙伴，这张照片是 Galaxy Note 10拍摄的，还算是比较新的一台机器了。感谢小白发起这样一个活动。20年3月份，因为疫情延迟开学，我在家和爷爷待了近1个月。爷爷总是很喜欢听我讲学校的故事，听着听着还会笑，会流露出羡慕的神情。他自己当年没有学习的条件，很小就扛起一家人的担子，只能靠体力劳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，辛苦了一辈子都没出过省。奶奶身体因病残疾，离不开我爷爷，所以我总想着等以后吧，有机会了一定要带他们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没想到的是，他因为脑溢血突然去世了。他总是很乐观，乐呵呵的，还担心我弟的成绩。他生前喜欢听秦腔，每次找我下载之前都要先去问问奶奶想听什么。最后一次让我下载的东西，我一直都没有找到。今年过年前，奶奶也去世了。愿各位珍惜每一个爱你的人。
爷爷最后留给我的东西是一包阿尔卑斯的硬糖。当天从学校走过，红黄相间的楼房和蓝天白云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彩色的糖纸，想起了爷爷奶奶。拍完以后，我把照片调整倒了过来，希望时光能够倒流，珍惜当下，珍惜眼前人。下一张是来自邮箱尾数4978的小伙伴，是华为的 Mate 10 Pro 拍摄的。这张照片我真的觉得非常棒，然后我没忍住提前在微博上跟大家还分享过。这张照片拍摄于侵华日军731部队最正陈列馆出口处，初冬下午3点，太阳西斜，阳光刚好照进出口的通道，两旁的黑色墙壁上刻着731历史事件。当时刚参观完纪念馆的我心情沉重，看着金色的阳光直射进来，人们迎着光往外走，背后是那段黑暗屈辱的历史，前方是我们光明的家。现在的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和平的国家，能迎着阳光努力奔跑，追寻属于自己的梦想。我们放下了那段历史，但我们绝没有忘记。铭记历史，珍爱和平，无备自强。下一个是一组照片来自邮箱尾数8623的小伙伴，拍摄的设备是红米 K30 至尊纪念版。2020年，我的支教生涯，就像小白说的，很多照片不能重拍，时光转瞬即逝。拍摄照片的时间也是我刚购买 K30 的时候。学生们看到我买了新手机都说老师帮我们拍张照片吧。就这样，我心目中的大片就出来了。到现在，这些照片也是我美好的回忆。这是一组有好多张照片，都是支教山区的小伙伴们，每个孩子感觉都很开心。下一张是关于爱情的，来自邮箱尾数4359的小伙伴，拍摄的设备是魅族17 Pro。我和我的爱人结婚6年，2021年2月4号，癌症带走了他。治疗期间，我们难得奢侈一回，看了电影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。回来时，他抱着我，哭着说不想走，不想走。我说再难再穷，我们都会治。1个月后，你还是走了。以前你最喜欢花，但因为治病一直没舍得买，这是我们女儿攒的钱给你买的花。每次女儿问我妈妈在哪儿时，我总是告诉我们女儿，妈妈一直都在我们身边。这张照片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白墙，上面还有点斑驳，然后就是一个还没有开得很放的玫瑰花。下一张照片是来自邮箱尾数0401的小伙伴，是关于奋斗、关于创业的。拍摄设备是 iPhone 11。4月的天是我最爱的天。16年创业失败后，一直在努力想再爬起来，着急忙慌的去做了很多并不适合自己的事情，浪费了时间，错过了年华。19年彻底放弃了快速站起来的想法，一步一步去拜师，去学习，去钻研。过30岁的年纪，整整2年，每个月都拿着底薪生活，直到4月初生日那天被邀请加入新的创业团队。我带队谈了2次业务，全部拿下，确保了整个 Q2 的收入。现在的我内心更通透，前途更明朗，就像签完合同那天站在双子塔楼下仰望着天空，清澈且坚定。欲速则不达，我们必须得脚踏实地，才能做成每一件事儿。这张照片是 iPhone XS 拍摄的，它的邮箱尾数是 Jin28。这张照片不是我认为我拍过的照片里质量最高的，但是在全球疫情爆发到达美国1年之后，这照片意味着一切都在变好，回归正轨。我是一名伊斯曼音乐学院大3的钢琴系学生，这张照片是我的导师。在时隔1年之后，第一次线下演奏会，也是我个人从2020年3月开始听的第一场线下。在整整1年的线上学习演出经历之后，能再一次在现场被音乐感动，作为一名从业者以及观众，其实很幸福。下一个又是一个组图有2张照片。第一张是小米手机2拍摄的，哇，这个有些年代2014年，布达拉宫广场，我在拍摄纪录片所需要的外景延时时，突然一位藏民老太太闯入我的视角，用藏民独有的方式对圣殿和他们所信仰的神进行祷告和敬拜。云很低，天很蓝，圣殿很雄伟，很庄严，老奶奶的背影很虔诚。下一张
他给这个照片起了个名字叫好久不见，是华为的 P9 Plus 拍摄的。哇，我觉得这张照片拍的真的非常好，是可以上发布会的那种级别。2017年在塞班岛，师妹的女儿从国内过来，许久不见，每天的视频聊天，在见面的这一瞬间化作炙热的怀抱，他们的身影与夕阳和大海共舞。这张照片情绪感非常强，就是记录了两人相见的那个欢乐。下一张照片也是我忍不住提前在微博上分享过的啊，是来自邮箱尾数2649的小伙伴啊。这张照片是由华为的 nova 6拍摄的。作为一个10多年的地下工作者，有时也习惯称呼自己是一个车夫。每天上班唯一的任务就是护送乘客去他们想去的地方，总是单兵作战。孤独和昏暗是我最好的伴侣。在他人的眼里，这个职业总是给人一种神秘感。但神秘感的背后是每位地铁从业者辛勤的汗水。夜晚的星空，他们熟睡着，这些人却悄悄地准备着开始工作前的运营检查。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们在地铁新线开通前的调试工作，时间定格在凌晨，新的任务开始了。这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接触到的一种职业啊，每天坐地铁的那个驾驶员，确实非常少见。第一次看到这个角度的关于地铁的一张照片。下一张，哇，这个人海茫茫啊，是来自邮箱尾数9814的小伙伴，是由三星的 S20 Plus 拍摄的。这张照片不是拍的最好的，却是感触最深的。看看欧洲5大联赛空荡荡的球场和新赛季中超联赛揭幕战相比起来，我们的国家太伟大了，把疫情控制得这么好，才敢让3万球迷进场观看比赛，这就是中国。关于疫情啊，我们工作室就在武汉，真的是有太多回忆了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最近好像疫情依然是有一些抬头啊，在各个地方一定要注意防护。下一张又是关于爱情的，是来自邮箱尾数0871的小伙伴。这张照片是由小米9进行拍摄的。看了这期影像专题，非常感动。之所以选这张照片，是因为我结束了6年的爱情长跑。19年5月12日护士节，和我老婆举办了婚礼。这6年来闹过矛盾，想过分手，最终都走到了一起。完婚第2天就飞到苏梅岛度假，在酒店泳池边休息的时候，随手把2枚戒指放在眼镜边上。当时突然觉得很有意义，脑袋里不自觉地浮现出6年来的点点滴滴。回来后疫情爆发，由于我和老婆都是医务工作者，就一起前往武汉支援了。手机不能方便的和外面打电话发信息，很难知道对方的消息。有的时候相互路过碰到了，也只能叮嘱他小心点，别太累。照片虽然只是2个戒指，但是无形中我感到的是压力和动力，也是责任。可能是我岁数慢慢变大了，遇事变得有些感性，所以在打这段文字的时候，眼睛里还有点湿润。谢谢。这是来自一对支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，我们也要谢谢你。下一张是来自邮箱尾数1951的小伙伴，拍摄的手机是 iQOO 7。去年毕业之时，在警察队伍和消防队伍中做出了抉择，我以第1的成绩考上了珠三角警察、浙江警察，最后选择了新组建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。这位小伙伴很优秀啊！警察和消防，一个是惩戒违法罪犯，一个是拯救人民群众，同样是为人民服务，同样是人民的勤务员，同样是一抹蓝色，同样是逆行者。不同的是，手中制服罪犯的武器和救民危难的水枪，同样都值得我奉献一生。照片就是正在昆明训练总队培训的我和一位女同志。啊，这位小伙伴非常优秀啊！这个第1名珠三角警察和浙江警察。不过你说和一位女同志，但是这张照片里面我们看了2、3圈啊，都没有找到你说的这位女同志。还有就是你为什么要单说这位女同志呢？你可以补发给我们啊，回头我们替你发出来。下一张是来自邮箱尾数5405的小伙伴，是 iPhone 6s 拍摄的啊，也有一些年代了。感谢小白测评组织这次照片分享活动，本人就是一位商业摄影工作者啊，这是一位专业的小伙伴啊，拍过很多不错的商业照片，但这次我分享的是一张再简单不过的照片，偷拍的一个照片，论不上作品，但每次打开都是一次人生忠告。被拍者是我的叔公，一位老校长，是我们当地的教育先驱。老家发展较为落后，很多留守儿童，当时他家里就成为了留守儿童的去处。我们这代人留守儿童在他身边被照顾才能上学的都超过了20几个。他一生勤俭节约，直到离开了我们，找遍全家
也都没有找到他什么照片。后来翻看自己的手机，才发现自己偷拍的这张，光线昏暗，也没什么构图，随手一拍却成为了让我记录这位老人一生的回忆。随手拍很重要。哇，下一张照片非常漂亮啊，又是可以上发布会级别的，是来自邮箱尾数7127的小伙伴，是荣耀30啊，特别还标注了5倍长焦啊。20年的暑假，我在姥姥姥爷家陪他们了1个多月，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。这2张照片是跟姥姥出去遛弯时拍的，村里拆迁留下了大土堆，3个孩子在上面玩。老太太看见这几个孩子，跟我说，村里的小孩越来越少了，都去城里上学了，你们一开学就半年多不回来。文采有限，形容不出这张照片的意义是什么，但是我当时拍的时候就能感觉到，这是年轻与迟暮的交替，是和谐，是美丽，是耳提面命的老人与嗷嗷待哺的孩子们在一起的动人画面。文采有限啊，这张照片确实非常漂亮。下一张是来自网名为什么就是吃不饱的一个小伙伴啊，这张照片非常有意思啊，它是一个小故事，小米8的成功预言照片。状元4131是这个苹果上最显眼的字样。18年高考前100日宣誓的时候，念完誓词回到班里，开水果店的同学爸妈给我们班70多人搬来了2箱苹果送给我们，苹果上面都写着状元、金榜题名等祝福的话语。考试前我拿到准考证一看，第4考场的第13号学生，瞬间想起了这颗苹果，当时不舍得吃，放在家里的冰箱里。这个苹果的编号前3位正好是我的考场和我的座位号4和13，最后那个1，我隐约是个好兆头。小的时候上学家里很穷，从来没有属于过自己的手机。高考结束，妈妈爽快的给我买了一台小米8，我人生的第1台手机。回家拿起我的状元苹果，拍下了这张留存至今的照片。最终，河南省2018年全国1卷，我考了655分。大家都考了多少分？哇，655，98万人里的1700名，全班第1。那个苹果上最后一个数字做了一个最后圆满的预言，4131，第4考场第13号，第1名。现在我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，遇到了更多感动的人和事儿。无论我手中是什么样的手机，贵重或廉价，我按下快门的一刹那，随手一拍，手机就给予了我留住时间的能力。感谢小白测评带给我的感动，祝你们越来越好。哇，这个真的是一个神奇的故事啊！这个如果要是别人讲给你听，你可能都不太信啊，但是这真就是个事实。下一张，哇，也非常漂亮啊，也是可以上发布会级别的。邮箱尾数2258的小伙伴，这张照片是小米10 Pro 拍摄的，这是一张我最喜欢的照片，没有任何滤镜和修饰，只有简单的白与黑。2020年刚解封的4月初，老同学拉我去山里徒步，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赋予了照片本身特别的意义。那一天我们疫情解封了，而我们也走到了漆黑隧道中有光的地方，这让我产生了隔离了几个月不过如隧道中的几分钟一样的奇妙感觉。其实在这之前我还一直很自责，买5000块钱的手机是不是太过分了啊？毕竟是穷大学生，本来打算留着追女孩的啊，白驹过隙。对，你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回头再看的时候，那就是美好的回忆。你觉得那段时间好像过得也很快，追女孩，买手机，你选择哪一个呢？下一张照片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之感谢，是来自邮箱尾数2107的小伙伴最心存感激的一张照片，拍摄于 iPhone 11。疫情期间，武汉在向全社会招募疫苗志愿者，我成为了500多名参与者当中的一员，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实验接种和观察期。事实证明，我们的疫苗下一张照片拍的非常有冲击力啊，也是发布会级别的，是来自网名我是传奇的小伙伴，是由华为的 P30 Pro 拍摄的。这张照片它起的名字叫新的解放。大学毕业的第3年，我们迎来了工作后的第1次旅游。我的他在泸沽湖绝美的风景面前，已然从繁重的工作和生活的重担中抽离出来，轻踏礁石，
拥抱远方的山海。这几年我俩省吃俭用，四处奔波，工作、买房、养狗子，吵吵闹闹。一路伴行，按下快门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们的新生活不远了。这张照片是用广角拍摄的，这个角度确实非常独特。下一张来自网名叫雨难的小伙伴是由魅族15来拍摄的。那天我带弟弟到楼下吃午饭，饭店2楼坐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路边的桌子，因为饭店里面放不下吧，有一部分放到了外面。当时我准备去结账，站起来的时候看到这个环卫工奶奶起来把自己吃完的碗筷送到后厨，然后回来用口袋里褶皱的白纸巾把桌子擦干净了。我反应慢了一会儿，只能拍到奶奶正好走的那一刻，挺感动的。下一张是关于奋斗的，是来自网名叫 Mr. HDS， 是来自 iPhone 7 Plus 拍摄的一张照片。2016年7月24日，图片里是我买的新房子的楼栋，租过很多次房子，因为不同的原因搬过很多次家。2014年房东要不合理的涨价，与之争论，他就说：“但有本事你自己买房啊！”当时觉得又委屈又生气，后面开始打3份工。把信用卡都掏空了，把车子也卖了，每天省吃俭用就为了凑首付。终于2016年6月凑够了首付，把心爱的户型买了。拍摄照片时还没有交房，每次路过楼下都要停留很久，幻想以后入住的幸福生活。窗帘要什么花纹，地毯要什么颜色，养多少只猫。人生中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牛逼，终于不用睡觉到半夜被其他人吵醒，终于可以想怎么装饰就怎么装饰，就算在外面再委屈，回到家也可以抚慰受伤的心灵。我想这种感觉租房打工的都有过经历吧。它是我手机里最重要的照片，因为它承载了我的奋斗，我的梦想，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目标，平凡而伟大。下一张照片是来自网名叫 TS 落幕的小伙伴由 iPhone 7来拍摄的，这是关于青春的爱情的一张照片。那年高3毕业，那年我们也说了再见。照片里的手是我的，画儿是他的，画得很无厘头，我猜他是在试用他新买的笔。晚自习结束，我回到家随手拍了这张照片，我连洗漱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不被弄湿。最后我们还是去了不同的高校，也因为一些原因没有走到一起。有人说学生时代的喜欢最为廉价，也最为真实。客观地说，这张照片没什么构图和思考，平平无奇，像我们的故事，或许在无数人的生命中已经重演过无数次，来不及轰轰烈烈便戛然而止。我很庆幸当时的随手一拍，至少留给了我怀念的机会。我还是想说谢谢你，对不起，这背后可能发生了很多事儿，但是青春真的太美好了。我在这里再分享一张我前一段时间在出差回来高铁站拍的一张照片，是一个感觉18、19或者20岁左右的小伙伴，背着手拿着一束花，他在车站接人。青春真的实在是太美好了，太美好了。下一张是关于亲情的，邮箱尾数3372的小伙伴，2021年4月25日，刚过去不久啊。我爱人进入产房整整32个小时后，终于生下了我们的宝贝女儿。32个小时，围下，疼痛贯穿了整个32小时，如此的辛苦换回了这一张母女平安的微笑。妈妈的付出如此艰辛，每一个小围下都要珍惜哦。这小伙伴还给我们解释了一下，他女儿叫围下这2个字的含义啊，出自小雅4月，4月围下，6月处暑。这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含义，就是要进入夏天，但是这2个简单的字组合在一起，还真挺好听的。这张照片是来自 iPhone SE 2啊，小巧玲珑，还说了一下就是续航差了点。感谢小白测评给予我机会表达我对爱人的感谢。OK， 本期视频的最后一张照片是来自网名叫江山阁主的小伙伴啊，这个照片也很有年代啊，是用魅蓝 Note 1拍摄的。这是我手机相册里最珍藏的一张照片了，能说明我的故事，也能表现出大多数年轻人的故事。毕业旅行，大家一起去的黄山。视角问题啊，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已经站到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了，望着远方群山，就像当时面临毕业的我们，对未来充满希望，但是却不知道现实如此残酷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当时拍照的那个同学也很久没见了，但这张照片我一直看了又看，它标志着学生时代的结束，也标志着全新的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人生开始。生活总是艰难的，可能会遇到996，一会儿又007，但年轻的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希望，什么时候都不应该
放弃希望。在照片征集之前，我也确实没有想到有这么多这么牛的小伙伴拍了这么多牛的照片，背后还有这么牛的故事。我觉得这就是手机影像的魅力，就是随手拍的魅力。很多时候最美好都是一刹那，我们就需要快速的拍摄下来，快速的记录下来。就像那位小伙伴说的啊，我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，手机就给予了我留住时间的能力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成一个系列，我们每年都做一次征集，然后每年都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些感动，让你感受到了一些力量，记得给我们3连点赞，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些感动，感受到这些力量。OK， 这期就到这儿，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。如果没看过上一期的，可以去翻看一下。我观点体验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